今天是2025年12月5號。如果你現在人在台北，習慣性想要拿起手機，點開這個紅色小紅書的圖標，你不會再看到安福路的街拍，也不會再看到什麼考研上岸的指南，你看到的是一個冰冷的網頁，上面只有4個字：安全限制。這意味着在台灣有300萬活躍用戶的小紅書已經被正式按下了數字的死亡鍵。回頭看看整個2025年，其實我們見證了2場非常諷刺的封殺。第一場在美國年初的時候， TikTok 的禁令眼看就要啟動，數百萬美國 Z 世代一怒之下，他們集體跑去下載了一個看不懂中文但是能夠看懂圖片的中國 App 小紅書，一度衝上了美國的 App Store 下載榜的第一。而第二場在台灣，也就在年底12月4號，台灣內政部門打着反詐騙、資安疑慮的大旗，對同一個 App 下了最高級別的封鎖令， DNS 的全網切斷。理由是什麼？詐騙。台灣刑事局的這個數據是，小紅書去年在台灣涉及詐騙950件，財產損失 1.3 億新台幣。聽起來似乎非常嚴重，對不對？但是如果我們再看一看那個所謂遵紀守法的 Facebook， 你就會發現，光是2023年臉書詐騙案件是幾萬件起跳，金額動輒幾十億新台幣。據統計 Facebook 它其實造成了台灣詐騙總損失的 70%， 而警方接報的假廣告當中有近 98% 都是來自於 Meta 的平台。所以結論就是 Facebook 其實是在台灣絕對的網絡詐騙的主流犯罪溫床。結果呢，偷金庫的不查，先把那個偷麵包的給抓了起來。所以嘴上是反詐，但落地的時候卻變成了是一個精確制導的政治碰瓷。這個就是非常典型的選擇性執法。非常熟悉的配方和非常熟悉的味道，讓我想起來民進黨對於倫梅跟王志安禁止入境的這個處罰決定。所以民進黨政府果然是深谙此道。而更諷刺的是什麼？ TikTok 在美國哪怕到現在還沒有被特朗普真正關掉，但在台海對岸，賴清德已經率先按下了封禁的按鈕。這個是冷戰結束、柏林牆倒塌以來第一次有一個自稱民主的社會主動在自己國民頭上砌起了一堵數字的高牆。所以本期節目我們要把那樣一層被包裝成信息安全跟反詐的外皮剥開，認真的問一句：為了保護自由，我們到底要犧牲多少自由？先把時間撥回到今年1月份， TikTok 的禁令剛剛生效那幾天，美國的年輕人他們情緒非常的炸裂。既然你說中國的 App 有問題，那我就偏偏要用一個更中国的。所以小紅書的下載量在美國的 App Store 一夜之間飆到第一，增加了70多万人。結果這幫人衝進來之後，發現全是中文，根本看不懂。按理說這樣一種熱度2-3天就該散了，但是一個中文詞改變了後面的劇情。聽勸。有一個美國小伙，我們叫他 James， 他發了一張自拍，然後舉着一張紙，上面用 Google 的翻譯寫了2個大字：聽勸。照片裡面他戴了一頂綠色的棒球帽。那如果按照 Instagram 的這個傳統邏輯的話，這個時候的評論區應該是 You look great， 但是在小紅書他直接就挨了一記文化暴擊。幾百上千的中國網友衝進來，用中英夾雜的方式瘋狂的刷屏，趕緊把帽子摘掉，甚至還有人直接幫他披掉了帽子，然後認認真真的給他解釋說，在中國戴綠帽子就代表你被出軌了。James 後來錄了一個視頻，他一邊摘帽一邊 Oh my God， 你救了我的命。所以這樣一條視頻瞬間就火爆全網。它不只是一個網絡梗，而是一個信號，在小紅書這個平台的中國網友他們不玩虛的。而接下來更魔幻的一幕出現了，一場跨太平洋的在線改造開始了。通常我們知道，在歐美的社交平台，你發一張自己的照片，
哪怕是再離譜的妝容，評論區也會說 You are beautiful, love your confidence。但是在小紅書，你發一張照片可能會是這樣的畫風：髮際線太高了，姐妹，留個劉海來拯救一下。你是冷橄欖皮，用軟調的粉底是在害自己。趕緊把那條緊身褲扔了，它把你腿型所有的缺點都高亮了。如果按照西方的這一套敘事的邏輯，這些都是對於普通人指手畫腳非常冒犯的一些話，但是對於一群真心想要改變自己，想要變得更好看，变得更專業的美國 Z 世代來說，這樣一種略帶一點刻薄但真的有用的建議，比那些禮貌但是空洞的讚美有用太多了。這個就是所謂的聽勸，而听勸的背後是一整套非常精密的算法和心理學的設計。小紅書內部他們有一套核心的評分推薦的算法，叫做 CES。 在這套算法眼裡，你在屏幕上的每一次滑動，每一次手指的動作都有價格的排序。最便宜的是什麼？點讚。你以為點讚代表的是我支持你，但是在認知這樣的角度，它只是一個非常廉價的禮樂。而真正站在金字塔尖的是收藏跟搜索。為什麼呢？因為這裡涉及到一個心理學的機制，叫做願景囤積。你點下收藏的那一個瞬間，不只是存了一個帖子，而是在你自己的腦子裡面存了一個未來的自己。你收藏10分鐘瘦腿的时候，你的潛意識覺得我已經踏上了變瘦的路。你收藏裝修避坑指南的时候，你的潛意识覺得我已經擁有了那個溫馨的理想的家。小紅書它就是特別會利用這一點，它不只是給你娛樂而已，它不只是給你多巴胺的滿足，而是給你一種我在變更好的幻覺。所以在這樣的算法機制底下，創作者他們很快就發現了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真情實感隨手記錄生活這樣的內容沒有流量，因為別人的真實生活對於絕大多數的用戶來說沒有工具價值，不值得收藏。所以生活在小紅書這個平台上被迫攻略化了。你不能夠只發一張精心擺盤的好看的早餐照片，而要變成是打工人5分鐘快手早餐 SOP。 你不能夠只發一張巴黎旅遊的照片，你要變成巴黎3日2夜保姆級避雷指南。生活變成了一堆可以被執行被優化的項目，而正是這樣一種基於生活互助建立起來的網友之間的信任，比任何的宣傳片都更牢固。而對於台灣年輕人來說，小紅書也就慢慢的變成了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存在。它不僅僅只是普通的社交平台，它其實已經變成了中文世界的谷歌。如果你是一個台大的學生，你想搜索台北巷弄美食，或者是2026年春季的穿搭，或者是畢業租房避雷，你會發現如果用谷歌搜索的話，會出現一堆的廣告加 SEO 的這些垃圾內容。如果你去 Instagram 這個平台，或許照片拍得很好看，濾鏡用得很好，但是信息的密度實在是非常低。如果你去 Facebook 的話，其實這個平台是長輩發圖以及政客發文的一個集中營，而小紅書這個平台上面是10幾億大陸用戶日復一日生產出來的巨量的中文的經驗庫，對只有2300萬人口的台灣互聯網來說，這個就是標準的內容降維打擊。而封禁了小紅書，台灣並沒有替代品。這跟當年大陸封了谷歌還能用百度其實不是一個級別的事情。台灣現在的狀態叫做是有牆無市，牆呢倒是砌起來了，牆裡面卻是一片內容的荒漠。而更致命的是，小紅書的影響，它不僅僅只是政治的宣傳，而是美學跟生活方式上面的溫水煮青蛙。深圳也太科幻了吧，從上海回台北，感覺有點像是回鄉下。當這樣一種日常的感慨在台灣用戶心目當中反覆重複多次以後，它已經繞開了意識形態的牆，直接在台灣用戶的潛意識裡面寫入了一句話：
中國大陸是現代的、發達的、友善的，而且在很多生活方式方面比台灣社會更先進。這個對於民進黨這樣一套建立在恐懼之上的大陸對於台灣文攻武嚇的敘事來說，就是降維打擊。你很難恨一個跟你用同樣的表情包，唱着同一首歌，追同一個偶像，為同一件小事感到煩惱的大陸人。甚至連馬鈴薯跟土豆這種字眼也都在慢慢的被同化、被改寫。當現在的台灣小孩他們越来越多跟着小紅書叫土豆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所謂一邊一國的語言的邊界在日常的用詞裡面已經被慢慢磨平了。那說到這裡，我們要拋出一個核心的概念，叫做美學統戰或者是審美統戰。聽起來有一點玄，但其實很容易理解。你在小紅書上看到的是什麼畫面？無人機送外賣，凌晨2點還亮着燈的街區，有上海跟深圳的街拍，走路的路人他們都好像在走米蘭秀場，有精緻到不像日常生活的漢服寫真、咖啡館、奢華的露營地。對於那些生活在高通脹、治安又不好的西方的年輕人來說，小紅書這些畫面會造成非常強烈的認知失調。怎麼感覺在中國人那邊生活更像是一個正常的世界？小紅書的 AI 它也不只是看你發什麼，它會逐帧的分析圖片，給畫面打分。在它的偏好裡面，落地窗、大理石的台面、鬱金香、Instagram 風格的這些露營的帳篷都是自帶加分項，而雜亂的電線、掉皮的牆、學生宿舍、灰暗的街道，通通都會被降權，盡量不讓更多的人看到。所以日復一日之後，這個算法其實在幹一件事情，它把醜的、亂的、窮的、真實的現實悄悄地清洗掉了。如果你打開這個 app， 你看到的永遠都是各種精緻的妝容，整潔過度像樣板間一樣的房間，統一風格的咖啡館、民宿跟街區。於是你會開始懷疑，是不是只有我自己才活得這麼糙？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過得比我好？這個真實的世界當然不是這樣，只不過在小紅書這個平台上，算法替你過濾掉了不好看的那一半。而在台灣，這樣一種衝擊更加直觀。如果你去台南、嘉義甚至台北的一些巷弄，那現在你會發現越來越多的咖啡館、民宿，他們長得都差不多，低飽和度的色調，日式的枯山水小庭院跟復古的膠片濾鏡，在小紅書上他們會統稱為小京都的風格。這個非常的荒謬，因為台灣本土的歷史、殖民的記憶、在地的故事，所有這些脈絡通通被一個廉價的標籤打包了。小京都打卡點，年輕人他們不太在乎這樣一棟歷史建築真實發生過什麼，他只在乎在這個角落拍出來的照片像不像我在小紅書上刷到的那張圖。你可以說這個是全球審美同質化的一部分，也可以說這個是審美殖民。但是站在台灣的角度，某種意義上就是你需要經過一個中國 app 的濾鏡，才能夠學會欣賞自己的家鄉。再舉一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例子，老錢風。現實裡面的老錢階層往往都是不露臉，非常低調，衣服呢也不一定多麼的時髦，多麼的花哨。但是在小紅書，老錢風這種風格被提煉成了一套廉價的公式，一件角花毛衣加一條網球裙，再上一點復古的濾鏡，就等於我很像上流社會。那算法為什麼特別愛推這種東西呢？因為它給了你一種階級跨越的幻覺，仿佛你只要消費這幾件單品，就可以跟這樣一種上流的社會挨上了邊。所以久而久之，在這樣一套小紅書審美體系底下，不精緻就等於不自律，不會拍照等於沒品味，沒有高級感就等於社交媒體裡面的下等人。這個就是一種新的貧困，不是說你沒有錢，而是審美貧困。所以當一個台北女生的審美標準是被上海安福路來定義的時候，你說她
距離文化上的、心理上的統一還有多遠呢？而審美只是第一層，更深一層的是語言。你會發現，台灣這幾年年輕人說話的方式變得越來越大陸網絡化，影片變成了視頻，品質變成了質量，立刻變成了立馬，然後再加上走心呢、種草、拔草、內捲、躺平，所有這些小紅書新化的特點，其實有兩個非常明顯的特徵。第一個是情緒前置，一開口就是救命啊，我哭死，絕絕子，先把你的情緒打爆了，然後再談內容。第二個是語言通貨膨脹，所有的東西都是天花板，都封神，都是閉眼衝，而世界被切割成只有兩頭，要麼是神級，要麼就是壁壘。結果是什麼？中間這一大片真實而且複雜的灰度世界被語言直接抹掉了。你看到日落，你說不出驚豔、憂鬱、沉浸，你的第一反應是絕了，封神。這個就是思維的顆粒度被粗暴放大之後的後果。而更重要的是什麼？語言其實是一個人思維的操作系統。當台灣的年輕人他們開始習慣用有關部門、整治、割韭菜這些詞的時候，其實在潛意識裡頭已經在接受大陸那一套威權治理的邏輯。當兩岸的年輕人共用同一套詞庫、梗圖、表達方式的時候，你再怎麼在台灣的教科書裡面強調台灣主體性，這樣一種同文同種的這個親近感已經在語境裡面埋好了。很多人曾經擔心台灣年輕一輩的天然獨，但是在這樣一種潛移默化的語言同化底下，他們倒是很有可能慢慢滑向天然統，至少在文化感受這個層面是這樣。但這個還不是讓執政的民進黨最頭疼的，更致命的是什麼？到了2025年，台灣的年輕世代已經不再是鐵板一塊，而是出現了嚴重的分化跟平台部落化。現在的台灣有兩種年輕人，一種是脆青年，他們混跡在 Meta 旗下的脆上，他們熱衷於文字辯論，輸出價值觀，這個是民進黨傳統的太陽花基本盤，他們滿口都是主權跟民主。而另外一種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小紅書跟 TikTok 時代，他們對於宏大的政治口號極其反感，甚至覺得那些都是說教。他們關心的是什麼？關心收入，關心房價，關心怎麼樣變美，怎麼樣搞錢，怎麼樣旅遊，怎麼樣避雷。而這種平台習慣的割裂，直接導致了政治版圖的崩塌。當這樣一群年輕人，他們的審美、語言、生活選擇越來越靠近大陸同齡人的時候，它帶來的衝擊不單只是在文化的層面，也會慢慢反映到選票上。所以為什麼民進黨非要對小紅書下死手呢？如果你以為這只是因為美妝內容太多影響價值觀，那麼你就太小看他們了。如果我們打開上帝視角，你會發現這個其實是一場爭奪失敗之後的焦土政策。在過去，民進黨是年輕人的代言人，是反抗威權的酷小孩。但是到了2025年的時候，民進黨已經連續執政10幾年，對於00後、05後來說，民進黨就是那個掌握權柄的老古板，是造成高房價、高通脹、低薪水的建制派的惡龍。這樣一群對於生活現狀感到不滿，也充滿了生存焦慮的年輕人去哪兒了？他們都聚集在小紅書跟 TikTok 上面，而在這裡等待他們的不是賴清德的民主講座，而是柯文哲的生活吐槽。這裡的算法邏輯非常殘酷，小紅書推崇的是實用主義跟歲月靜好。你在一個教人家5分鐘畫出臥蠶，或者是台北租房避坑指南的這個 app 裡面，突然插播了一條抗中保台或者是守衛民主，那這個時候用戶會覺得極其的掃興，甚至感到尷尬。民進黨他們擅長的意識形態的動員，在小紅書的世界裡面水土不服。而相反，柯文哲這樣一種罵藍綠都是垃圾的這個短視頻風格，這樣一種理性、務實、科學的解決問題的人設，則完美的契合了這樣一群小紅書世代的胃口。於是
一個讓民進黨感到背脊發涼的邏輯閉環形成了。民進黨他們擁有的是脆上面的政治青年，而柯文哲則收割了小紅書上的生活青年。那既然在這個擁有300萬活躍用戶的陣地上面，執政黨側重意識形態的這個宣傳機器完全打不過側重生活吐槽的在野黨的游擊隊，而且這個中資背景的平台本身還很難被收買，那麼最高效的應對策略只有一個：掀桌子。民進黨封殺小紅書本質上是在打擊那些已經背叛了自己轉投柯文哲的這些小草。封禁的動作實在是為了精準的拆除政治對手的擴音器，這個才是本次封禁令在內政層面的底層邏輯。當然，除了內憂，還有外患。那如果說柯文哲是讓民進黨焦慮的慢性病，那麼今年10月發生的一件事情，就是真正讓他們炸毛的，直接逼他們拔管的急性心梗。這個就是來自於廈門公安的懸賞通告。其實在正式的封禁動作之前，民進黨政府早就已經有幾個鋪墊的動作。1月份，台灣數字發展部突然封殺中國的 AI 模型 DeepSeek， 理由是你在這個 AI 上面寫的文章、生成的代碼全部都會被拿去訓練大陸的 AI。這件事情證明了封禁小紅書並非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系統性去中國化的數字政策的一部分。而差不多同一時間，我們看到全球網民在小紅書上搞了一次中美生活大對仗。48小時之內，這個 app 就新增了70多萬用戶，其中也包括了不少的台灣年輕人。這件事情本身其實已經引起了台灣情報系統的緊張，而真正的導火索出現在10月份，福建廈門市的公安局發布通告，懸賞18名台灣心理戰大隊現役官兵的個人信息。而以前的點名通緝一般是針對退役的軍官或者是高層的將領，而這次直接點到了基層的現役的心理戰跟網絡戰的人員。這個表明認知作戰已經從網絡的攻防升級到了司法對抗。所以問題來了，對岸是怎麼樣能夠拿到這些人的信息的？答案很有可能是跨平台大數據的拼圖。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網軍這些人本人以及他們的這些朋友親戚放出來的一些生活照、出遊照，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地點配文裡面的一些細節，對於普通人來說只是網絡的日常，但是在一個可以跨平台抓取、用 AI 做圖像識別跟社交圖譜的一個系統裡面，這些非常碎片化的一些細節，足夠把一個人的真實的身份、工作單位、社交關係全部一點一點拼湊出來。對於民進黨而言，這件事情意味着什麼？如果我們不能夠把這些中資背景的 App 擋在門外，整個的防務體系在對岸眼裡就是玻璃房。這件事情對於軍心跟士氣的打擊是致命的。人還沒有上戰場呢，那自己的家人、住址、同事都已經暴露在對面的瞄準鏡下。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於小紅書動手是民進黨政府的必然選擇，反詐只不過是一個順手的好用的理由而已。那為什麼是小紅書而不是 Facebook 呢？官方給的一個說法是， Meta 雖然也有詐騙的問題，但至少在台灣有辦公室，受到台灣法律的管轄，而小紅書沒有來登記，沒有開設公司，是法外的平台，他們不配合我們的執法。聽起來非常有道理，但關鍵的問題在這兒，小紅書它不是不想來，是根本來不了。根據台灣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管理辦法，大陸資本用的是正面表列的制度，也就是說沒有列出來允許你進入的產業就是禁止。社交媒體資訊平台被直接歸類在最敏感的輿論工具這一類裡面，所以審查的這個大門從一開始就是被焊死的。所以整件事情的邏輯閉環就變成了是，首先我用投資法禁止大陸背景的公司來台灣設立分公司，然後我轉頭就用反詐法指責你沒有開設公司，不配合我的工作。然後呢，我非常嚴肅地宣布，鑑於你態度惡劣，
拒絕配合我們的工作，所以我們只能夠封殺你。所以這根本不是什麼行政執法，這個叫做仙人跳。即便台灣內政部再加上一句人家美國德州也封殺了，來作為借口，來作為掩護，但問題是德州人家封殺的是政府公家的設備，而台灣內政部做的是全境 DNS 的切斷，全民都不能夠用小紅書，這個是完全不同等級的封鎖。在所有自稱民主國家的地方，像台灣這樣直接對於幾百萬用戶的平台做全境封鎖，是全球第一例。在這一刻，民進黨終於活成了自己最討厭的樣子，所謂的綠共，誠不我欺也。對岸封鎖 Facebook 說的是危害國家安全，而自己封鎖小紅書說的是反電詐，邏輯、話術、知識幾乎是一模一樣。這哪裡是反認知作戰？這明明是民進黨在向對岸抄作業，而唯一的區別是，這樣一道防火牆從紅色變成了綠色。但這樣的封鎖真的能夠鎖得住嗎？現實是非常魔幻的。大陸這套防火牆怎麼樣評價？我們先暫且放一邊，起碼從工程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國家級的複雜的系統跟項目。DPI、AI 的流量分析、動態 IP 封鎖，所有這些細節，幾十年的迭代是一個龐然大物。但是反觀台灣這次的操作，技術圈一側只是非常簡單粗暴的 DNS 的污染。這意味着什麼？你甚至都不需要買 VPN， 你只需要把 DNS 改一改，小紅書秒開，一點也不卡。所以這樣一場封殺本質是什麼？是一場非常廉價的低成本的威權表演。民進黨官方擺出了一副我要砌柏林牆的姿態，結果實際上沒有這個本事砌牆，只是給大家拉了一條塑料的警戒線，然後期望大家出於守法精神自覺遵守，不要跨過去。在技術上做不到，就只能夠在輿論上靠恐嚇來補課，所以才會產生了一個非常戲劇化的副作用，也就是逆向翻牆。過去20年，大陸常常被青鳥嘲笑是想要看外面的世界，你要翻牆。結果2025年民進黨政府的這波操作，讓局面徹底反轉了。台灣的年輕人為了刷小紅書，開始要大規模的學習換 DNS、買 VPN， 於是一個新的身份也誕生了——數字難民。本來大家只是想看一看穿搭，看一看美妝，查一個旅遊的攻略，那現在變成是要偷偷繞過民進黨政府的封鎖，才能夠看到外面的世界。對於青春期的 Z 世代來說，這樣一種感覺很快就從好麻煩會變成有點酷。於是小紅書會從一個好用的工具被民進黨親手加冕，變成是一個反抗威權的圖騰。你說這算不算是一個黑色幽默？算不算是一記標準的回旋鏢？與此同時呢，民進黨政府也在輿論戰的高地上給自己挖了一個坑。大陸的官媒用綠色恐怖、現代文字獄來形容這波操作，聽着會是一個黑色的幽默，但是很難否認這個攻擊在國際輿論場裡面是有殺傷力的。而且在野黨、法律學者或者是人權的團體也會追問，今天可以為了所謂的資安的理由來封小紅書，明天是不是就要對 TikTok 下手？今天你民進黨政府封禁一個大陸的 App， 明天你會不會隨便找一個理由來封一個本土的論壇？當一個民主的政權開始用切斷訪問的方式來處理言論問題的時候，他指責對岸搞網絡審查的這個道德的高度就已經開始崩盤了。講到這個地方，我們要回到這期視頻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一個民主社會在對抗威權滲透的過程當中，會不會不自覺地長成了自己最討厭的樣子？有一個概念叫做防禦性異化，你本來只是為了抵禦對方的監控、審查、封鎖，結果你一步一步地選擇了同樣的手段，防火牆、封禁、數據監控。台灣現在其實就處在這麼一個非常尷尬的矛盾裡面。一方面，我們必須要承認，小紅書
確實是可以慢慢的重塑兩岸的認同，讓天然獨的銳角變鈍。這一點我們不能夠假裝看不見。但是另外一方面，把一個 App 一刀切封掉，那與此同時也切斷了台灣年輕人與大陸甚至與全世界底層生活者之間的一個真實對話的渠道。今年1月份發生的那場載入史冊的中美網友小紅書對戰的這件事情，其實已經證明了小紅書正在變成是一個全球平民階層互通現實生活的一個平台。台灣這一刀切下去，不只是擋了對岸，其實也是把自己跟外部世界鎖進了一個小小的信息的井。這下子井底之蛙這個網絡梗算是實錘了。賴清德對於台灣年輕人的潛台詞其實是你們沒有足夠的辨別能力，所以我替你們做了選擇。這個不僅僅是非常典型的一個家長式的管教，更是一種執政黨的傲慢。那個曾經跟年輕人站在一塊高喊要打破高牆的民進黨，如今為了貪念手中的權力，為了保住手中的權柄，親手砌起了一道新的牆。蒲龍少年長出鱗片的故事，在2025年的台北有了最寫實的一個版本。那麼小紅書到底有沒有問題？當然有，而且問題也不小。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至於它來自於大陸，而在於它是一套算法的霸權。它想變成是唯一的入口，它想定義什麼是美，什麼是好，什麼是值得過的生活方式。這一點的確值得大家警惕。但真正健康的做法是什麼？是提升公民的媒體素養，是建立多元的一個本土內容的生態，讓年輕人在比較當中自然而然學會甄別。而封禁往往只會帶來2個後果。第一個是史翠珊效應，你越封，大家越好奇，越想翻牆看一看。第二個是禁果效應，一旦是為了看這個東西學會了翻牆，那他們看的就不會僅僅只是一款 App， 而是整個對岸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紅書被封禁這件事情其實是東升西降在數字文化領域的一次具象的顯影。當威權體制開始自信地輸出生活方式的時候，而當所謂自由的體制卻開始因為害怕自家的公民看到對方的樣子而只能夠築牆自保的時候，整件事情就會顯得特別的荒誕，特別的不真實。因為真正的文化自信，它不是靠把對方的 App 封在牆外，而是靠你自己能夠產出同樣優秀甚至更有吸引力的內容。遺憾的是，在移動互聯網的時代，台灣的產業幾乎完全讓位給了硅谷，而在文化跟內容產業方面則完全沒有對岸的競爭力，既造不出自己的抖音，也造不出自己的小紅書。所以這樣一道封鎖線擋住的不是詐騙，而更多的是民進黨當局面對文化空心化的那份深入骨髓的恐懼。而當一個所謂民主開放的地區對外界的第一反應變成是封鎖，而不是競爭、創新、超越的時候，其實這個輸贏早就已經寫在故事的開頭了。如果本期視頻對您有一點點啟發，歡迎分享給同樣在困惑、在思考的朋友。在這樣一個被算法切割的世界裡面，我們盡量用對話跟思考來理性的看待這個世界。我是艾森，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